好，这次在 APEC 峰会上面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习近平跟李在明。好，毕竟到了韩国的庆州嘛，就来看看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哦。其实呢，就是习近平先乘车抵达到了庆州博物馆，那韩国总统自然要热情迎接哦。那他们两个人其实会晤之后，中韩之间也签了7个备忘录，包含的是货币交换，还有情商这个启动定期来进行沟通哦。好，那当然就是有这个400亿人民币期限5年，然后还有推动韩中 FTA 服务和投资领域谈判取得一个实质的进展哦。好，那当然看起来这个韩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有因为这一次更加紧密了一些。好，那李在明甚至还请习近平帮忙协助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能跟北韩重启对话那习近平就说愿意跟南韩扩大合作，共同应对双方面临的挑战。好，那就要期待一下南北韩有没有可能接下来有重启对话的可能性。好，那两个人也有互相赠这个礼物。我们看到习近平赠送李在明的是小米手机。好，不过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觉得两个人笑得蛮开心的。但问题是李在明居然问习近平说：“这通讯安全怎么样啊？”哇，这样问也是有一点尴尬不过习近平说，建议你可以查看手机是不是存在着后门。好，这个两个人的两国领导人的互相赠送。好，那当然这个李在明这边则是送了习近平是棋盘说因为11年前习近平访韩的时候是赠送的围棋的棋子作为礼物。那因此特别这次准备棋盘，那希望这个送出的棋盘能够承载当年赠送的棋子，彰显两国的美好情谊。但有人认为说李在明蛮会送礼物的，之前就跟川普的时候赠送了一个金冠。好，这个金冠据说这个川普当时反应用肢体语言学家看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像是小孩子看到圣诞礼物一样的兴奋不已，双眼无法离开金冠而且还打算要戴金冠因为就是 King 嘛，对不对？这个川普最想的这个事情。好，那当然看到高市现在对川习的动作是不是也有一些端倪呢？好，因为习近平也有跟高市来会面那习近平有用一个成语来开场。那他们是在南韩庆州也是同样会晤。那高市在会谈一开头说，中国是对日本相当重要的邻国。那习近平也称中日两国关系一衣带水。好，很多人就说不太懂这什么意思好，一衣带水呢，大概就是在讲说过去这个隋文帝要攻打陈朝的时候，用这个词来比喻长江，那其狭隘不足以阻挡出兵的决心。大家就说是不是有点话中带话呢？好，我们再看接下来两方的氛围，也就是呢，这个习高会从冷脸到微笑，泄了外交讯号因为习近平跟高市早苗会晤的时候，这传达的表情外交的信号大家很关注。那高市跟习近平接触这个笑容稍微紧张拘谨。那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快乐的像小女孩，真的是截然不同。那习近平看起来非常从容所以两人握手没有笑意，凸显着未来这个中日关系应该也是走向一个谨慎的态度。好，那大家就想到了这个川普跟高市之间这个分析来看确实又挽着这个川普的手，小鸟依人仿佛看到这个喜欢很久的偶像那象征的就是美日之间的蜜月关系，那自然会传递给中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看起来是一种精心的策划的外交秀。那高市跟习近平的首场的握手表情缺乏友善，彼此也站得很远所以亲疏远近一望可知。那川普的政绩也因为高市早苗称协议应该不变，不重谈5500亿的投资协议应该就会再加一了。所以有人说日本是不是也对美妥协了？不过高市他也真的蛮厉害的，很多人说他在社交场合蛮自然的，但有人认为是装熟啦。我们看到他在这个 APEC 上面入座4机的滑向邻座，找谁呢？我们看到这画面，他找印尼的总理在攀谈那这个普拉博沃这个察觉高市靠近之后，就双手合十的跟他来打招呼。那甚至高市在休息时间还走到了智利总统波里奇的座位旁边好，那这个左手也轻轻环住他的肩膀。那这个波里奇两人跟他有交谈，非常的融洽。
那高市早苗跟李在明也有会面哦。那有一个动作大家非常的热议，好，我们要看到有画面哦，因为他 APEC 访韩嘛，那跟李在明要会谈，就摄影机就捕捉了，哇，他是两个人握手合影之后，你发现哇，他跟韩国的太极旗也鞠躬致意。南韩保守派的《东亚日报》就盛赞高市说，展现了十足的礼仪呀。好，所以这李在明当然也盛赞啊，说这个对高市早苗印象非常的良好，希望频繁的会晤。好，那所以看到这 APEC 外交场合，因为领导人非常多，所以每个都是焦点，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外交场合。好，我们当然看到了这个习近平跟李在明的相会。先问彬哥，我想这次 APEC 当然所有的这些领袖之间的互动都是各方瞩目的焦点哦。那其中重中之重当然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他们跟其他领袖的一些互动。那老实说，李在明在之前一直被大家视为相对是亲中派，可是当这个习近平送他小米手机的时候，他居然会讲出这个是有点，其实讲实在话有点不礼貌的一种说法。他直接居然人家送你礼物，居然直接质疑通讯安全。但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是当场立刻他直接反应，就是说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后门，然后引起现场哄堂大笑。那我就觉得这个就表示习近平其实是很从容的，而且他看起来反应是很快的，不像是某一些媒体形容的，也就是习近平什么事情好像不照稿，他就没有办法反应啊、讲话啊。其实显然完全不是这样，显然习近平是胸有成竹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小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恐怕不如某一些媒体所想象的那么好像对国际事务不是很理解，然后什么事情都要依照别人的指导，恐怕不是这样子哦。我觉得我们对习近平的判断要重新再思考一下。那至于说这个送礼，当然也是一个大学问。你看上次习近平送棋子，这次他们就送他棋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彼此一个互相的一个唱和。那至于说李在明送川普皇冠，其实讲实在话就是故意去巴结他，而且川普喜欢金色的东西是全世界都知道。那送他一个又是川普最喜欢，因为川普心里头就是想当皇帝，那你就送他一个国王的王冠。那当然可以让川普马上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受到感动。可是问题是，你看川普有因为拿到这个礼物之后对南韩就比较好吗？好像也没有，他对南韩该要的还是要。所以我觉得送礼归送礼啦，对川普这种人，光是送礼恐怕也很难去打动他一些东西。他之前不是要卡达还要送他一整架飞机耶，空军1号都送他，那结果还不是一样让以色列去打了卡达。不是吗？对哦。所以我觉得对川普这种商人也不要以为光是送个礼物就能够博得他多大的欢心，我看这恐怕是有差距的。那至于说习近平去讲这个一衣带水，那当然很多人就想到，因为这句话当初是隋文帝讲的嘛，他当初本来隋文帝的意思是说啊，就长江就一衣带水，就像一个衣带的水这么小的一个小窄水，我怎么能够因为这个阻碍就不去解救江南的这些同胞呢？他们这些人都仰望他，仰望父母一样。可是后世已经不是用这种带有侵略性的看法去看，通常就只是很单纯的讲说，双方就是距离非常接近，所以呢，应该要彼此要友好。那实际上，习近平应该对日本是这种意思啊。我也不认为习近平像很多人幻想的一样，说习近平对日本存有领土野心想要去攻打日本。我从来不觉得有这种事情那只是他跟高市早苗为什么看起来就显得比较严肃拘谨？因为理由很简单，大家都知道高市早苗是什么人嘛。这个人是一个主张二战没有屠杀的，主张这个可以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是一个完全的民族主义者。这个习近平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当然也要相对小心，要谨慎，也要看他的态度。那高市早苗，你也很明显看到，他趁着这次 APEC 想要去除过去在他身上很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然后展现他长袖善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目前看起来是做得还蛮成功的，可是未来他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还有待观察。好，袁教授怎么看？外交无小事啊，这个送礼是一门大艺术啊。那韩国送给这个习近平主席一副围棋啊，除了回应上次送棋子的礼物之外的话呢，另外我觉得
确实是我在节目中也讲了好多次啊，这个中美之间贸易之战的话呢，像是一个7、8岁的小孩啊，很爱黄金的小孩，上来就对这个70、80岁的老者一阵王八拳乱打了一通啊。然后之后的话呢，这个老者呢就开始用这个中华文化中的最佳棋艺术啊，就是下围棋的方法，慢慢把你一圈圈围死掉。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习主席看到了这个围棋棋盘呢，应该是很高兴的。那么相对应而言的话呢，那个川普啊，我想大家应该要了解一下，这个美国人是没有国王的哈，但是呢，美国大部分都是由欧洲的那些农民啊，吃不饱饭的农民啊，变成了美国人以后啊，做梦也没想到变成美国人以后，这一位已经超过了所有欧洲王室啊。那么因此产生一种移情作用啊，美国人特别羡慕欧洲有王室血统啊。那么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呢，王室对于他代表除了血统以外的话呢，就是黄金了。黄金代表富贵了，既有钱然后又高贵这种感觉啊。因为这个川普进了白宫以后，能换的地方全部换成黄金啊，即使是镀金也好。所以说呢，这个里面显现出来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大家要看那个川普的话呢，就是很幼稚的。因为我们现在来讲，我在美国只看到2种人戴黄金的，一个是最近听到川普。还有一种就是那种黑大汉，那么脖子上围了一条好厚的一个金链子啊什么的啊，那个大家可以知道，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这个川普送礼是艺术。至于说是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的话，我觉得他做什么都没有用。高市早苗本身来讲，处处都要显现他活泼的一面啊。64岁人呢，跟着川普在看美军的时候，高兴的跳起来啊，挽着手。我跟你讲，刚刚看到一个小动作啊，一轮这边是女性啊，如果你走在旁边的话，一个跟你来讲比你大20岁的人手摸到你后面。你感觉是不舒服，不舒服，绝对不舒服的啊！但是我们在看到高市早苗挽着这个川普的手啊，所以说日本呢在评论上来讲会觉得说，你好像有一点又把这个日本拉回到麦克阿瑟那个时代啊，日本没有别的本领，必须要透过你看看就看这个现象嘛啊，然后还摸摸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心里都知道啊，那就不要说是我们学校了哈，就是我刚刚问了一轮，他感觉到不舒服的话，会主动避开这个事情。那现在他不但没有避开的话呢，这也说明，而且他把这种现象一直拿出去延伸到印尼啦，到韩国也是表现他自己的做法上来讲啊，所以说在很多地方来讲，可以用失态2个字来形容啊。但是我觉得高市早苗他原来的记录就是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有慰安妇，不承认有731啊。每年的话呢，多次参访这个靖国神社，对不对？然后他这一次的话呢，我不晓得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提到他这个接见的林俊义啊，称他为这个林信义，林信义，我们是台湾的林信义啊，林信义，对，名字不要讲错。我本来因为你没提到，我不想讲啊。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就还没结束，刚开始啊，就说大陆对于高市早苗很怀疑，而在这次 APEC 会议，在这个习近平主席的眼下，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有很多的报道啊，大家都会觉得说，目前的动作能够出现什么样的发展的话呢，我们要静观其变了。好，接着问将军。这是那个日本的这个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他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好像就是装熟，跟大家好像都很熟的样子。因为他刚上任的话，感觉到会有新鲜感。他想要让他变得当然女性也有女性的一些优势。她是女性，她是跟人家像女性的话，跟男生的话勾肩搭背，好像这个好像很自然。但男生就要跟女性勾肩搭背，你会感觉到好像要占人家便宜耶，会有这个状况。他可能就是用这种女性的这种技巧、各种手法。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呢。他对美国总统川普，他们到了那个乔治华盛顿号到横须贺母港，结果这个川普在那边对他那个些官兵讲话，你看他旁边就是把这个高市早苗搂在旁边，好像跟个小绵羊一样，好像抓了一只小绵羊在旁边，是这个样的。因为川普他身高人高马大嘛，190公分嘛，那个高市早苗看起来就像一只小绵羊被搂在这么怀里面，感觉到这个。日本好像跟美国的关系好像不错的样子，但是其实日本付出的代价5500亿美元都要对美国投资，是这个样啊。那现在那高市早苗有没有说，因为这一次这气氛好像很好，然后是不是就这个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就可以少一点？也没有啊，完全没有啊，1块钱都没有少啊。所以他只能讲说外交是外交，但是实际上又回到务实面。高市早苗他上任，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首相更迭是非常频繁的，但是一下换之后，可能川普总统是可以要做4任呢，4年呐，这4年做完呢，可能这个高市早苗已经早就换掉了，高市早苗可能做不到4年了，因为更替非常的快。那我们现在来看呢，
就是这一次有一个就是在 APEC 的韩国送给中国大陆的这个习近平啊，这个棋盘，那棋盘我认为棋盘有它的一个政治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下棋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势力范围的棋啊，有围棋就是黑白两子在那边攻防嘛，那这个换句话说，南北韩也是个棋局，整个的这个亚太地区也是个棋盘。那刚才讲到 G2， 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也是个大棋盘。那这个大棋盘当中呢，拿棋盘来看的话，表示说中国大陆是下棋的人，这是下棋的人，这个代表这个礼物政治学就在这边。中国大陆你是下棋盘的人，今天韩国送这个礼物给中国大陆，表示说你来下棋，你来下棋，不要忘了要对南韩，就是对这个南韩还有这个朝鲜，就是北韩之间这种撮合，希望有双方面的这种对谈，希望中国大陆来促成。你看这个送这个围棋棋盘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提醒习近平这件事情不要忘了，要来积极的来促成。好，所以每一个事情哦，像礼物啊，还有肢体语言哦，甚至连到送棋盘，它都有它的政治意涵。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讲到美中的关系，大家多聚焦在川普跟习近平的会晤跟会谈。好，但其实您知道吗？美中之间的国防部长也见面了。好，那这个部分呢，也看到赫格塞斯，也就是美国这边的，他是有在 X 上面发文说，我刚刚跟川普通了电话，我们一致认为美中关系是史上最佳。好，因为在马来西亚跟董军，也就是中国这边的会晤之后，那昨天我们又通电话，董军上将跟我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建立军事沟通管道，以和缓冲突，化解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愿上帝保佑中美。好，但是呢，现在也看到了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后来也特别有讲到说，这个东协国家正亲自的面临来自中国跟南海跟其他地区的侵扰还有挑衅，所以他又建议东协的防长要建立海域状况共享机制，要整合监测资讯，强化联合的应变能力。也就是呢，他在社群上面有讲说，我们两个之间有气氛多好，结果后来又讲说，这个中国大陆一直在南海有侵扰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当然有人觉得赫格塞斯根本就是人前人后啊。好，那南海争端再起吗？菲律宾跟美洲纽联合巡航，那解放军有怒轰。好，这是在10月30到31哦。这菲律宾跟美澳纽他们在南海菲律宾的深索海域举行第7次的代号，也就是多边海上合作行动的联合演习。那这也引发了中国南部战区的不满哦，他们直接呛瞎说，菲律宾拉拢域外的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严重破坏了地区和平稳定，解放军严密的进行跟监。好，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这个美中关系也有点表面的感觉。那当然也要看美国自己啊，因为他们的国防也是有点邋遢。之前不是这个川普到亚洲这里的时候，美军机连续的坠入南海那最新的调查曝光了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上面一架这个海鹰直升机跟超级大黄蜂的战斗机，在半个小时之内相继的坠入到南海。那川普后来有说，这事故的原因可能跟燃油有关。不过这个燃油保障分队的军人说，坠入海中的战斗机跟这个直升机使用的燃料跟其他的舰载机都是相同的，燃油分析已经持续了3天，但是实验室尚未发布任何有关于燃油质量劣等的一个报告所以美国开始研究到底为什么这2架军机会坠入南海，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当然是美方不认为是尼米兹号上的2架飞机同时出现技术故障，纯属巧合，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些阴谋论值得关注。好，那是美国的16位美军的退休空军4星上将，还包含了6位前空军参谋长这个最近联名的发布了一个公开信，他们向国会呼吁要推翻五角大厦终止17的卸尾预警机的这个专案，并
力削弱 F-35A 的采购量的计划。他们在里头的信里面强调说，放弃这个E7跟削减 F-35会让美军付出难以承受的战略代价，而且还会影响未来美国10年的空中作战能力的根基哦。所以看起来是蛮担忧的哦，所以才写信给国会。那确实，美国现在真的出现了某些真空的部分，因为一份由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8月签署的一个报告显示，空军说需要在未来10年之内以扩张将风险降到最低。那这需要1558架有人驾驶的战机，以低风险执行并维持作战的行动。那这比目前拥有的数量多出将近是300架，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追赶，真的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好，那现在呢，美国的政府也是继续停摆嘛，那美军就会面临说这个军人的工资是即将暂停发放。就有美军的家属受访时候非常的生气，说我丈夫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结果这些付出跟他们所得完全不成正比。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慈善组织的供应商说，在最初的72小时，其实就有5万个军人家庭在网络申请救济。哇，这让人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但我们反观川普在干嘛？他在乱花钱。之前不是白宫东乡的风波吗？他已经拆了嘛，然后大家就已经说有在花钱。当时他说，这是有其他人捐助的钱。就他现在又要把林肯浴室整修镀金哦。我们看到左边的图，原本是绿色的瓷砖，他现在要把它改成右边的大理石纹理，还要是金色的水龙头跟金色的挂钩。然后呢，他们大家就说实在是有够富丽堂皇，但这就确实是川普的风格，很喜欢金色。那当然也就是浪费钱嘛。那现在呢，他就是说要以基督徒受迫害的为由，威胁火力全开出兵奈及利亚。他把奈及利亚境内这基督徒受迫害为由，先将该国列为特别关注国，为制裁铺路。隔天就威胁要动我，战火一触即发。他不是最想得诺贝尔和平奖吗？那一直出兵，怎么得和平奖呢？好，我们先问这个彬哥怎么看现在美中防长之间的会晤？我觉得这个赫克塞斯的小编是不是从民进党请来的？因为居然又在想中美关系史上最佳，中美关系到底哪里佳？这个到现在双方其实连贸易关税这边都还悬而未决了，你更不要说其他的这些冲突了。所以中美关系怎么可能会是史上最佳？这个是摆明的睁眼说瞎话。但是赫克塞斯就是这样的人嘛，反正他也是媒体出身嘛，所以也就是胡说八道习惯了，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他会翻脸不认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我想中方对他的讲话大概也不会很在意，随便他怎么讲。反正中方大概还是按照自己的脚步，不断的这个继续进行自己的任务。那至于在南海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虽然美方一直认为是中方在南海搞事，可是实际上全世界都看到是谁在搞事，是一个跟南海毫不相干的美国一直不断的进来搞事，而且他一直不断的策动菲律宾去搞到现在连菲律宾的马利邦阿时报都直接讲说，你小马可是不要在南海这边乱搞，黄岩岛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岛。根本不需要为了黄岩岛去跟中国在那边争得你死我活，那种完全莫名其妙，不如好好把精力回来去改善菲律宾国内的一些相关问题。所以连菲律宾人自己都发现这个状况，那谁在搞事还不清楚。所以南海本来如果按照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大家都签署的话，南海早就恢复平静，那菲律宾也不用花这么多钱去扩军，不用花这么多的精神在南海这边搞这些争端，反而大家是有机会在南海共同开发的。可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菲律宾就偏偏不要。那请问一下，现在菲律宾有占到任何好处吗？他每天碰瓷的结果是什么？碰瓷的结果就是不断的挨揍，那有什么意义呢？那对美国来讲，美军自己的问题现在也非常多。因为说真的啦，虽然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都达到新高，可是问题是，美军其实现在是捉襟见肘了，他很多东西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在南海连续这个半个小时内的坠机事件，到现在都没有查出缘由。他们现在调查的结果等于说，原先讲的燃油有问题，恐怕是不确实的，不是燃油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机械疲劳吗？怎么会这么巧，半个钟头之内发生？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因为它贝多利分，它在全世界范围都需要执行任务，所以他们的包括军舰也好，包括飞机也好，包括人员也好，其实都长期要忍受这一些过度的任务跟压力，
这个会长久下来会造成那种非常严重的问题，士气越来越低落，然后意外频传，然后现在他们又因为经费的问题，可能要把17跟 F-35裁掉。那如果裁掉的话，那个对美国未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要去跟中国大陆抗衡，当然是有害的。这个美国的军力一定会衰减。可是如果你不裁掉，越来越大的军费负担，美国的军费很快就要一年要破1兆美元了。请问一下，美国负担得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两面刃，美国选哪一面对他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那至于说他们现在政府停摆，看样子川普是没有打算要急着把它结束。我是估计他应该会超过上一次的35天。对啊，应该已经31天。对，我估计至少40天以上。那川普就是等着看你民主党什么时候要跟我低头。那因为川普根本无所谓，反正他如果不寻求连任的话，他在乎什么呢？就看民主党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好，我们问将军，那个美国的这个 MH-60的海鹰直升机，还有 F-18超级大黄蜂，相继在半个小时在南海这个失事坠海啊。最好让他说是燃油的问题，燃油的问题，现在在航空母舰的它那个燃油都是一样，所有的这个舰载机都用 JP8，都用燃油，因为它是涡轮螺旋桨，涡轮，像那个直升机它涡轮螺旋桨，那 FA-18的超级大黄它是涡轮喷射，都是涡轮，那都用 JP8，所以它的号数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说是燃油系出问题？我认为可能燃油系出问题的可能性可能不高，可能是滑油系。滑油系比较紧急，因为燃油系的话大家都在用啊，为什么说这两家不行呢？对，是这个问题。但是滑油系就不一样，因为滑油系我们知道，那发动机在转的时候啊，每1分钟几千转，它那个转的时候，尤其是附件齿轮箱，还有跟那个轴承，它那个摩擦力是非常大的。那滑油在动，那滑油那个金属膜一产生了，滑油有问题，金属膜一产生之后，发动机会咬死，因为金属膜在那边，你没办法把它滤掉，没办法来不及滤掉，咬死发动机就咬死了，咬死就没有推力，就一定要跳伞。我认为滑油系的可能性高哦，不是燃油，因为燃油的话不可能同时2个发动机同时失效了。这个状况一般来讲，有一个发动机先有问题，它可以还有部分马力，在部分推力的状况之下，还可以落航空母舰，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认为滑油系，因为滑油系的话，它的滑油分光有没有彻底去做？我认为有问题，因为滑油分光可以知道金属膜的含量高不高，高的时候要小心了，发动机会有咬死的现象。还有滑油分光有没有做得很好？如果没有做得很好，表示它的后勤补保的 SOP 标准作业程序有问题，没有彻彻底底的做好品质管制品管，那换下发动机出问题了，飞机就没办法救回来。另外我们来看，它的美国的空军的这些退役的将领呢，就是要就是说不要停止 E7， 就是空中预警机，就是 E7，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不要减少 F-35A， 这是美国空军的主力哎。你现在为什么停止减少买？我认为美国的可能它的整个的国防预算，还有美国的它的这个调拨的能力啊，这个零部件啊不够了，现在不够了，只好少买一点这方面的飞机，因为补给不上，零部件的调拨有问题，所以不得不减少采购这个 F-35A 跟它的 E7 的空中预警机。是这个原因。好，我们最后问教授2点哈。第一个，10月31号的时候呢，海格赛斯呢遇到董军一上来就讲到台湾的问题，叫他小心点啊。那个时候呢，海格赛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呢，美国不寻求跟中国有任何的冲突。美国怎么可能不寻求冲突呢？美国是尽量想办法找冲突的，又打奈及利亚，又打委内瑞拉，又打哥伦比亚，那怎么可能不寻求冲突呢？对他来讲的话呢，很憋，很窝囊啊，就是说回头再放炮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心理上的平衡啊，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了哈。那另外的话呢，我这边揣测一下啊，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直升机跟这个大黄蜂啊是掉下去啊？因为他这里面讲了一句话嘛，就是说他不认为是这个。你看到没有？这边讲他不认为是这个纯属巧合，对不对？对。因为不是巧合，你倒过来讲的话呢，就是人为的了啊。如果不是巧合，就是人为的。什么人为的呢？我在猜想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一个就是加错油了，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上各式各样的油管啊，什么有淡水啦什么的，该加油加成水啦什么的哈。那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呢？没有可能是故意的，拿不到钱，但是因为没有薪水，然后一出来就几个月。
然后呢，想到家里的话嗷嗷待哺啊，老婆带着妈妈去领这个救济金啊，领这个食物银行的食物啊，然后呢，大家儿子瘦了5公斤，女儿瘦了8公斤啊，这个各方面的情况都不太好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他说，如果不是纯属巧合的话，那这2架飞机，你讲那个一个叫什么海鹰还是飞鹰啊？一个海鹰，一个超级大黄蜂。回答到底有没有办法回到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在川普离开了 APEC 后续的议程之后，当然 C 位就是习近平。我们看到在庆州这一场的博物馆举行会谈，韩中越会谈的时候呢，哇，李在明为习近平做出了非常大的排场，看到这个欢迎的阵仗很大哦，韩国的礼仪队隆重的欢迎李在明，站在门口非常慎重的、热情的迎接习近平，而所有最传统加上这个军队的仪式里头，都代表着韩方对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的高度礼遇，以至于中韩的元首会晤，他们提了几个重要的重点，到底有怎么样的合作可能性？美方对于韩国的要求是极限施压啊，要这个要那个啊，要捐款啊，要投资啊，但中方呢看起来却是相对平等的互惠，这个国际平等关系吗？包括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那当然，这个都是口号，具体的是什么？促进和平发展、民心相通，是有自贸协定的2阶段。这个合作的模式是对双方有好处的。这7项 MOU 一签下来，包括了经济文化、打击犯罪，通通规模是很大的，包括了4000亿人民币以及期限5年。李在明特别讲，韩中的经济合作从过去垂直分工，要变成水平合作的结构，顺应时代潮流，两国应该要互惠发展。当川普不在现场的时候，李在明讲的跟中方的关系就要更密切吗？习近平则说，中国会保持对于韩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其实这话也在酸川普啊，因为毕竟川普很难连续性，也没有稳定性可言。明天、今天可能不一样。那双方很有意思，互赠礼物的仪式里头，习近平送给这个李在明的是什么？是小米手机，一个弧形荧幕，2只手机。那2个人很幽默哦。李在明看着，因为大陆最近手机实在是很炫很厉害，他就说请问一下这个手机的通讯安全的问题怎么样？习近平就很幽默的回答说，你看看有没有后门啊？2个人就哈哈大笑。习近平所收到的礼物是棋盘，那韩方特别讲，这个像围棋的棋盘是有特别的树木的木质材质来做成的，这也是呼应11年前习近平访问送了围棋的棋子来作为礼物，也代表一种文化跟11年前呼应的传承。那么在习礼会之后，这个接下来谈北韩的议题相对就比较敏感咯。谈到了李在明希望促使北韩重返对话，因为李在明上任以来不停的跟北韩喊话，说我们要来对话，我们要和平，但金正恩一直严拒以待，然后就说我跟你是没有关系，我们是2国关系，甚至拒绝跟他对话，一天到晚用飞弹来回应他。他说呢，希望中国要帮忙跟北韩能够重新对话。习近平给的回应是什么？中韩2国是搬不走的重要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但对北韩没有提。包括会后陆媒的官媒去做了相关的报道的时候，也都没有提到北韩相关的话题。所以韩中峰会谈朝鲜半岛非核化，北韩真的是很不开心，他还呛没尝试又做白日梦，怎么可能让我们非核呢？是做白日梦啊！这个甚至还嘲笑南韩否认北韩是核武国家是缺乏尝试。除了跟韩国的关系，大陆跟日本的关系呢？众所周知，对于这个新的首相来讲，中方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友善的。这一次双方的对话是30分钟，表情也算蛮凝重的哦。那高市早苗在会谈一开始就说，中国是对日本相当重要的邻国，而习近平的回应很有意思，他用4个字的成语“一衣带水”来形容2国的关系。一衣带水，如果就一般的语义来讲，就代表我们相隔不远，不足以限制交往。但是典故再翻开来，过去在隋文帝的时代要打陈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讲这个话就不一样了。一衣带水是比喻什么？虽然有长江在，但是这个狭窄不足以阻挡出兵的决心。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弄我要战也是很容易的不管要和在限制交往，
可以来，但如果真的要有冲突，也没有在怕的。所以高市早苗在总结1周的外交成果，在国内虽然对于川普过度的奉承的这个样态引起了国内一些不同的反感的批评，但是他评估自己1周以来成功跟美国总统川普各国领袖建立个人的信任关系，跨出了外交稳定的一步，而且川普政绩再添一桩。美国又要到了什么呢？5500亿美元投资协议不重谈，就算首相换了，政府之间的承诺也不会被改变。高市早苗认为他做了很重要的中日美的稳定关系。川普自己讲嘛，现在已经是叫做中美的G2，也就是这个世界其实已经不是美国独霸，而是中美的竞争对抗为主轴的多极体系。那在这个当中，作为美国的盟邦，而现在又在亚洲的日本、韩国，最尴尬也最复杂。不要误会哦，在日本绝对的亲美是主流，在韩国亲美反美各有支持者，但这2个国家的人民啊，对待中国那真的是复杂啊，情绪大概过去的优越感高高在上，那现在碰到挫折，但是呢，也看到美国的出招。然后呢，就想要去再继续的强化跟美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在军事层面、在安全层面呢，其实它会有一个这个不安、危机感，尤其是美国可能在军事上会这个收缩。那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发展，北韩、朝鲜的核武发展，尤其看到最近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接下来它在弹道飞弹跟核武技术一定也会提升。所以呢，在安全上是相当有危机感，所以你看到，当这个川普来的时候，这次不都谈经济议题吗？但是美日安保是重点，韩国要核潜舰，日本一定也想发展核潜舰哦，甚至日本有前自卫队的参谋长啊，2014到2019年做参谋长，甚至主张日本要让美国的核武能够进入到日本，要求自保。可是，在经济层面呢，他当然，面对美国的关税，同时为什么还会愿意花这么多钱去投资美国？一方面可能他们认为了，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留下的这些贸易份额减少的，我刚刚不是讲中美的贸易在今年1到8月相较于去年减少15.6%，那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补这个空位，因此呢要增加这个供应链关系，增加这个投资。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原来他们15%反而跟现在美中的贸易关系的这个关税没有差太远。可是另外一个层面，你知道做小弟做久了，就很担心这个大哥就撒手不理了，这个大哥就盛极而衰了。那你这个小弟当初对其他的人这种态度高高在上的态度，你现在如何面对呢？你怎么面对中国变成全世界的主导者，甚至亚洲的这个主导者呢？在态度上很难面对，所以就希望美国继续伟大。所以他一定要输血来支持美国继续伟大，可是呢，他们又很现实主义，因为你身在第一岛链，你身在东北亚，因此呢，就同时也要对中国大陆投资加强关系，双边的关系，然后呢，贸易的关系以及供应链的关系，这个也很清楚。但他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的是还并不是两边押宝，只不过是正常的贸易投资的逻辑但是呢，在外交上你也看到很清楚。绝对不敢去踩中国的红线，这个很清楚了。那中国的红线是什么呢？可能还没有浮现，以及美中之间会在4月份讨论的，那就是台湾议题，那以及在南海上面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可能就要看美国接下来他自己在军事议题上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是觉得日韩现在的这个角色变得比较尴尬。那你看，就算是过去相当右、相当保守的高市上来，也相当的务实，面对中国。就算是被认为应该要亲中而且反美的李在明过去讲了很多反美的话，没有错。他上来的时候，你看他巴结川普到那个样子，但是呢，他也同样送礼物给就是习近平。那习近平面对李在明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他还会开玩笑我送你个小米手机，小心后面有后门呢。他指的就是那个时候对 NVIDIA 的指控啊。左老师在当然外交场合送礼物是一个学问，看看李在明送给川普是黄金做的皇冠他最喜欢的是黄金那对于中方互相送的是科技产品然后还有历史感的围棋，都很有意思。
当然，中国跟韩国的关系哈，当然这个历史是非常长的，所以双方可以讲的话题啊也非常的广。那不是一个物质性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有更深刻的意涵在里头，包括小米手机也好，或者说是围棋的棋盘，因为它这个棋盘当然是接续之前送的棋子嘛，所以我认为其实它展现的是双方的这个很多面向的这种共同点也好，或者是共同的话题。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注意到，就是说，虽然这一次是习近平对韩国进行官式访问，然后国事访问，但是其实在韩国的媒体或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对于这个的报道，其实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因为照说这是时隔11年的一个国事访问啊，那当然应该是大书特书啊，但是只有就是大概有简短的新闻去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认为这个就跟韩国在这一次川普来访的时候，川普替韩国宣布了未来要在美国生产核潜舰是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核潜舰当然其实是本来是韩国要跟美国争取它有核能的这个自主权，它要发展所谓的浓缩铀，然后要自己去处理这个燃料棒。但是最后川普是自己宣布了说要生产核潜舰，而且呢，居然是在美国生产，不是在韩国生产。所以韩国想要争取的这个核自主权呢，还是没有拿到。但这个问题这个挑起了中国大陆跟北韩的一个这个紧张的神经。为什么呢？因为李在明当时提出来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要有核潜舰呢，比较便于他在这个黄海这个地区呢去追踪北韩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那这个当然，那就表示说双方的一个关系是处在不同的这个军事体系里头，不同的军事阵营里头。第二个，因为他要发展核潜舰，那北韩也要发展核潜舰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不敢提所谓的非核化了。因为这个话题基本上是已经双方的这个北韩跟南韩都抛弃的一个话题，可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当然都不希望看到，他既不希望看到北韩发展核武，他也不希望南韩拥有核潜舰，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这个国事访问最后官媒的报道相对来讲就没有想象中有那么多，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当然，因为考虑到习近平还在国事访问，而且双方有一个这个所谓 APEC 交接的这个合作嘛，因为今年在韩国办，明年在大陆要办，在深圳举办，所以双方还是要维持住这样子一个合作的氛围。所以大陆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言就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委婉客气一点啊，就是说注意到所谓的核不扩散的条约，因为韩国跟美国都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嘛。那这个部分其实当然还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遵守这个条约，那就是变成国际原子能总署要到韩国来做实地的考察，看看你这个部分有没有违反所谓的这个核子扩散。当然，可能也要到美国、韩国这个未来要在那边生产的这个基地，生产的这个工厂去看这个核子扩散的问题。因为现在它所有这些燃料都是要送回到美国，或由美国来供应，那就会避免了这个所谓核子扩散的这个风险。因此，我想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所谓韩中关系。因为本来韩国的期待是通过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可以打破禁韩令，可以在大陆重新掀起这个所谓的韩流。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官媒的加持，看起来那个预期的效果就远不如这个韩国所期待的。北韩果然是关键字，核武也是。小舰长，我们看到啊，有关于这一个习近平主席他送给了这个韩国的李在明这个有关于小米手机的部分啊，他送的可是小米的旗舰机，而且是一个曲面手机。但是呢，李在明就开始不好笑了。你讲的是通讯是否安全呢？李在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也就发布新闻稿说，未来韩国人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中国大陆的国安部它通过了2个法令，一个是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以及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可以禁止打开你的手机。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他讲这个不好笑，可是呢，实际上来讲，习近平是很有智慧的。那就说，你要不要查查看有没有后门啊？但是他还送了一样东西，也就是文房四宝。
中国人送给韩国人文房四宝是什么？也就是对不起，当年你是受到非常重要的汉化的影响。那在1991年的时候，因为我随着敦睦支队其实访问了韩国，韩国的海军军官他们可是有中文这门课的。那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你上这门课干什么？他说，对于韩国来讲，贵族，然后还有军人，你必须使用中文。那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了韩国的飞弹上面写了什么？整戈待旦，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啊。那其实对于这一个南韩来讲，它为什么需要核潜舰？其实是因为北韩。那北韩呢？其实他去年的时候，他就已经下水了一艘这一个 Romeo 级的潜舰，但这 Romeo 潜舰它已经改成有一个大龟背了。这个龟背以前是没有的，大家觉得这个龟背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个龟背呢，其实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北韩的神盾系统舰一样，它有大的发射口跟小的发射口，意思也就是它会有不同射程的弹道飞弹。不过韩国也不用在那边讲，你到底有多少潜舰呢？从两洞沟级9艘，214级9艘，还有鞍山那个岛山安昌号级3艘，你一共有21艘。我们除掉说海军有1/3，战备1/3训练，你一共有14艘可以用。结果你说你不够用，其实你只是想要核潜舰而已。好，接下来看看在美中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在 APEC 上面就结束谈关于国防这方面的议题。那美国这个战争部啊，是川普想要改的，到国会同意之前，它也是叫国防部。国防部，美国的这个战争部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别发文，双方除了在这个跟董军当面见过面之后，同时又再通了电话。那到底谈什么？美中对于哪些议题很关注？在这个各种武力的拒止上面，各种的发展，他在这个文章里特别最后喊了一段啊，天佑美国跟中国 ，God bless both， 不管 China 还是美国，意思叫什么？双方必须具备军事沟通的管道，才能够避免各种可能的风险吗？其中南海的争端再起，菲律宾跟美澳纽的联合巡航，解放军是非常愤怒的，认为这当中的很多的海域里面所做的多边海上行动呢，让联合这个所谓巡演严重破坏地区的和平，所以加以抗议。而美国国防部长抨击是在南海咄咄逼人的中国大陆啊，要求帮助东协国家硬起来，来批评中方胁迫邻国，不尊重邻国领土主权，呼吁东协国家紧盯北京一举一动。你看看，在 APEC 上面看起来，在经济上美中要合作了，在国防军事、南海这一块完全互不相让。那么，尤其是宁静的小岛，这个巴丹岛是很多这个观光胜地喜欢的地方，现在却成为美中对抗的前沿吗？这个甚至让当地的民众都感到忧心，担心2战历史重演。这里除了在菲律宾北部这里布置了反舰飞弹，积极跟菲国军演之外呢，巴丹岛在巴士海峡的南端呢，这里还刚刚做成了这个两栖的军事演习，尤其跟台湾之间更贯通南海西太平洋的重要航道，这里美方加以关注，要它成为前沿，当地的居民当然担心会变成意外擦枪走火的前线。美军军机呢一连串发生了所谓坠入南海的意外消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 MH-60D 的海鹰，还有超级大黄蜂2架30分钟之内相继掉到南海里去的消息，川普回应啊，当时就讲啊，很可能是跟燃油有关。结果经过这段时间以来的调查，燃油保障分队的军人还作证，他说使用的燃料跟其他舰载机去比较之后，比对之后完全相同，没有发现什么任何劣质的可能性发展在其中。所以到底为什么可能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现在仍然是个谜。但是美国呢，对于现在很多退休的上将军将啊，当然来自于川普这边的政策。现在呢，有16位美军退休的空军4星将领，包括6位哦，这可都是大咖，前空军参谋长
联合发布公开信，这个是在美国历史上很罕见的空军上将的核心联合跨世代加以声明。他们说呢，国会紧急呼吁啊，要推翻五角大厦提出来这个终止包括E7还有 F-35这2个专案削减购买数量的计划，直指呢目前的采购装备计划会对美军的空中战力严重削弱，会不会很危险？那其中说要打低风险战的美军啊，空军至少还有1558架的战机啊，就还少300架。目前这种攻击数量不够的情况之下呢，被认为这将会让美国的军力产生重大的危机。其中，在以军舰的这个发展来讲，委内瑞拉是倒霉的国家之一啦。川普就以说要对抗毒枭为由，现在又在加大，被形容叫规模30年来最大，又加派了巡洋舰到加勒比海，这次还配备了战斧导弹，可以2栖作战。那么这些这个网站所讯息曝光出来的，就是说，第2艘参与美国加勒比海任务的巡洋舰到底要干什么？是川普真的准备要对这个全球储油量第1大的国家动武了吗？先前川普曾经扬言过，不管说要斩首或者直接进攻陆地。那现在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国防部的要求指示，发布了飞航公告，这个禁令是从11月1号到甚至到3月31号这么长，在这附近的周边举行这个临时禁航区的措施。刚好就是美国跟委内瑞拉紧张拉高，继续怕战舰的情况之下，周边的国家都担心到底要做什么？美国是不是真的要动武了吗？而应对美军压境，传出来这个总统啊，华盛顿邮报报道的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特别发信去求救，跟谁求救？俄罗斯、中国大陆跟伊朗。要求飞弹，要求防御雷达，还有升级版。先前曾经跟川普求和过，但看起来效果不彰，川普还在加大力道。杨老师，赫德塞斯他从主播变成国防部长，这个身份转换他还蛮顺利的哈。可是你看，他除了会讲话、会作秀之外，他其实也很现实，因为现在我们在等他的国防战略报告。美国的媒体已经预告了1个月，但是显然被延后，因为他应该是要在10月份公布这份未来3、4年整个川普政府的国防战略。那被预期他是要采取战略收缩，要以美国为优先，以本土防卫为主。所以你看，他把军力调的在委内瑞拉，基本上其实2个目的，那就是要你屈服，你最好屈服，那这就是他能够展现他的军威，而且也对整个中南美洲一种威慑。第2个，如果你不屈服，他就可能会重点打击，说是说反毒，他已经打击了大概10次，就是在这个附近海域，他认为是在贩卖毒品的这些小艇、小船，那意义不大。但是每次川普都会说，哇，这个毒品可以危害5万名我们美国的年轻人，拯救了多少万美国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后续的发展。但是赫德塞斯他在10月30号跟31号前后讲的话完全不同，东协的这些军事跟政治人物都了解。他在30号的时候呢，对就是东协这些防长说，你们要小心就我们有报道的，因为中国大陆在这边影响很大，他其实在帮菲律宾讲话，但又不敢明讲。可是呢，他到31号跟董军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国防部长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们来建立一个就是沟通管道。然后呢，他在发文的时候他说 G2 中美的 G2， 这就是川普所讲的。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会巴结老板，你知道？当川普说中美 G2 的时候，他马上隔一天就说中美的军事也是 G2， 这个就已经定位中美的在相互的关系上的这个定位。所以你觉得这些东协、东南亚的国家看不懂吗？他会说哇，美国说要小心中国，所以我们要跟着前面冲啊？当然不可能了。那至于美国的军力真的，他去年军费将近900亿美元，比后面2到10名加起来还要多。然后呢，他在49个国家有128个军事基地，全世界加起来大大小小将近750个海外的基地。所以呢，他的的确确军力还是 No.1， 可是他现在面临到造船，然后呢，空军的战斗机，还有在极音速飞弹上面跟中国大陆相距越来越远，所以在军事能力上，现在对美国是一个关键的考验期了。
空前的一个影响吗？连很多的军事将领都在担心。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南海在美中的各种对话里头，又要见完面之后，两方的国防部长还要通话，是跟南海有关，还是跟台海有关呢？于老师，于县长，应该都有关。那可是呢，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啊，也就是菲律宾又开始得意了，也就是澳大利亚、美国还有纽西兰跟菲律宾又进行了军演。我们现在看到的啊，也就是菲律宾的一个舰载直升机落到那个澳大利亚的一个3180吨的这一个护卫舰上面，也就是我们讲的巡防舰上面啊，他们很高兴的照这张。然后呢，他们也就是这一艘叫做巴拉瑞特号3810吨的这一个其实它也算是有神盾系统的这一个舰艇哦。不过大家来看这2张的话，会觉得很开心。那但是我拿另外一张来看的话这个菲律宾大概就不太开心了。为什么？因为同样的这一艘也就是我们讲的巴拉瑞特号，同样的小艇，可是我们在后面看到了一艘船啊。这艘船呢，把它放大之后，发现了这个是我们常看到的815的电子侦察船。那这个电子侦察船呢，而且还是最新一个的第2批次的这个电子侦察船。这个电子侦察船又出现在这个澳洲啊、美国啊、菲律宾啊这些国家的军演里面了。那为什么它要这样出现呢？因为它在不断的在收集，既然你们军演嘛，我就在旁边远远的看着，只有看吗？没有。我收集你们的电磁参数，所以我们之前才会看到菲律宾在那边讲说，哎呀，那个他第一次向公众宣布啊，他没有办法发射无人机，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中国大陆会干扰。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美国的智库所谈到的这个叫做征收的威慑的部分啊。那至于说加勒比海划设禁航区啊。那这个禁航区呢，其实没有很大，它有2个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一个部分呢，我帮大家都量好长度了，34.3公里，那它的宽度只有4公里。那这一个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区域，而且它还有限高啊。它限高其实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是2500英尺到2500英尺到5000英尺，这个高度也是很低啊。那它到底要练什么？他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区域里头，这么低的高度，他要练什么？赫格塞斯的角色就出来了。赫格塞斯不断的强调，其实他们要将无人机变成下一代作战的一个核心，所以现在拿委内瑞拉当做一个对象，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操演的地点，其实离委内瑞拉很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的政策对于强硬的国家可以塔口，但对委内瑞拉是极限施压，又派出了舰艇去对付委内瑞拉。朱老师，好，现在的传说就是说，川普可能会对于委内瑞拉境内的一个目标进行攻击。他说这个目标呢，就是这个输送毒品到美国的这个来源，所以他要打击它。而且他认为说，委内瑞拉其实本身也提供了一些这个恐怖组织安全的庇护，所以这对美国在国内的安全是带来威胁。那当然，他要释放出一个重要的讯号是什么？就是他要马杜罗下台了啊。那当然，他虽然用这个理由，但是呢，这个政治上的讯号是非常的强大的，也就是只要在他的后院挑战他的，他就要让他下台。